游戏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洗牌，而真正站稳脚跟的却不多。有一个名字在这个不断溜升裂态的乱世中真正的站稳了脚跟，这就是任天堂。今天三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曾经凭一己之力称霸整个游戏业的公司是如何顶着压力不断创新，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在任天堂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插卡式游戏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雅达利的主机。但是在欧美地区大红大紫之后，1982年想要进军日本的雅达利，还有欧美的其他厂商，都被任天堂在次年发售的 FC 压制到了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境地。而雅达利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游戏史上的灾难——家用游戏机市场大萧条事件。也就是在这时，任天堂带着在日本本土大红大紫的 FC 进军了形如空壳的欧美地区。由于当时美国等地区对家用游戏机的抵制心理，任天堂便把红白机的名字改名为家庭电脑 Family Computer， 就此进入了美国的商场。借此机会 FC 在欧美地区一票走红。在那时，谁也没见过有着街机精度画面的游戏可以在家里运行。机器在当时的高性能，再加上马里奥、塞尔达等游戏的出现， FC 的火爆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浪潮。它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那个时代游戏机的代名词。这个犹如被上天眷顾了的主机，看似一路顺风顺水，其实它的出现却有些坎坷。当时任天堂经济游戏电子行业的第一部 Game Watch 大获好评，任天堂内部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舍弃便携性主机去开发家用主机，而社长山内溥一声令下，我们需要超越 Game Watch 的新产品，于是 FC 的开发才一锤定音。时间来到了1987年，此时 FC 已经问世了4年之久，很明显它的性能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而同期的街机游戏却在逐渐进步，这也使得想要把街机移植到 FC 上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这个时期，不管是游戏厂商还是玩家，都在翘首以盼新一代家用主机的问世。于是终于在1990年 Super Famicom 横空问世，虽然是作为 FC 的后续机种，但其正式名称却没有叫 Super Family Computer， 而是直接采用了被大众所熟知的 Famicom 来命名。为了能让游戏厂商放开拳脚， SFC 性能比 FC 提升了不少，同时也跟 FC、GB 一样对价格严加把控，以至于到后来的 N64 甚至现在的 Switch 都被统一定价为25,000日元。由于 SFC 开发阶段遭遇难产，使得它比原定计划晚了1年多才上市，也是因此 SFC 并没有像 FC 一样在市场上取得压倒性的地位。不过后期依旧是靠着自家得意之作超级马里奥世界等第一方大作，再加上第三方的助力，让任天堂继续稳稳地站在游戏金字塔的顶端。在1994年，游戏业界出现了一位插足者索尼。在这一年，索尼带着自家主机 PS1 正式踏入了游戏业。索尼靠着对第三方开发者的宽容，很快让自家得到了大批第三方厂商的支援。而此时也正是游戏业从 2D 转到 3D 的技术革命时期，索尼靠着 PS1 强大的 3D 图形功能，瞬间眼爆了业界。3D 游戏、炫酷的 CG、优美的音乐，吊足了玩家们的胃口。索尼也正是从这里在游戏业站稳了脚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天堂的下一代新主机 N64 发售了。N64 最大的特点是其形如3叉戟形状的控制手柄中被加入了称为 CD Stick 的控制摇杆。这一设计的贡献不亚于任天堂的十字键发明，它教会了 3D 游戏的控制器应该是怎么样的。而软件方面，任天堂也用 N64 里的时之笛还有超级马里奥64教会了业界如何做好 3D 动作类游戏。虽然 N64 有着压倒 PS1 的图形性能，但是因为其过高的开发门槛，导致第三方厂商很难拿得出可以媲美第一方的作品。而任天堂设定了极高的溯源费用，以及对流通渠道的严苛把控，更是让第三方厂商望而却步。相比于索尼与其他同级厂商， N64 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都严重缺乏第三方厂商推出的游戏。而 N64 的高性能却不能带给玩家更清晰、更流畅的画面，这也使得任天堂的粉丝们倍感失望。N64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任天堂第一台没有那么棒的主机。索尼经过了 PS1 的成功之后，便马上在2000年发售了自家第2款主机 PS2。由于其强大的宣发以及不错的硬件，再加上 PS1 打下的口碑，一上市便被疯抢。在经历了 N64 的失败之后，任天堂意识到卡带造价昂贵而且容量低，对于开发者也不友好，于是在下一代主机里把游戏的载体换成了更为廉价且容量高的光盘。其次也放宽了对第三方的限制，同时也为了打压索尼在宣发期间声称的128线强大处理这种极为夸张的性能，任天堂累积经验，于是在次年发售的任天堂 NGC 成为了当时真正意义上的性能王者。但是与 N64 一样，虽然这次脱离了卡带的束缚，而且 NGC 的售价只有 PS2 的1半多，
但是由于晚发售1年，导致市场几乎全部被 PS2 抢占，再加上 N64 的口碑拖累，即便 PS2 大部分游戏都有在 NGC 上毫不缩水的移植，但终究是无力回天。于是最后 NGC 只能和新来的插足者微软的 Xbox 抢占 PS2 的残羹剩饭。接下来，微软于2005年发售了自家的 Xbox 后续机种 Xbox 360，不错的性能，还算说得过去的售价，一下就把微软的名气在欧美地区打了出来。而2000年，索尼发布的号称可以模拟宇宙的 PS3，却由于高昂的售价以及高端产品的定位，直接让 PS3 陷入了窘境。这时，任天堂则在 PS3 元气大伤之时，发售了自家的新一代主机 Wii。这款颠覆了传统的主机，并没有 Xbox 360和 PS3 那种强大的机能，而正正相反 ，Wii 的性能与上一代主机 NGC 相差无几。这次，任天堂放弃了高速度、高画质的性能竞争路线。这款产品运用其独特的体感功能和易上手的特性，充分体现了任天堂主机的合家欢定位。Wii 手柄可以让玩家通过各种动作来进行体感操作，而主机的 UI 设计也更偏向于电视频道，像天气频道等这些和游戏没有关系的内容，也可以和游戏一起显示在主菜单上。主机的玩法以及各项功能都深深吸引那些原本根本不玩游戏的人或者家人长辈参与进来，成功拓展了蓝海用户，为 Wii 带来了不错的销量。在 Wii 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任天堂打算趁热打铁，赶快把 Wii 的下一代主机推出。于是，在2012年，任天堂推出了自家的新机 Wii U。Wii U 最大特点是它的控制器 Wii U Gamepad， 这个手柄只要在 Wii U 的信号范围内，就可以不借助电视机，直接在 Pad 的屏幕中进行游玩。硬件方面 ，Wii U 对比 Wii 有了全面的性能提升，但是由于 Wii U 定位十分尴尬，导致即使比竞争对手提早抢占了市场，但是在竞争中依旧处于了不利的地位。而相比于同期的 PS 以及 Xbox One，Wii U 的游戏开发困难，再加上装机量少，导致很少有第三方愿意为 Wii U 制作游戏。缺少了第三方的杀手级游戏助力，任天堂只能利用自己的第一方来扛起这台主机。但是游戏机缺少游戏，这个致命伤很快就把 Wii U 送进了墓地。由岩田聪社长领导开发的代号 NX 主机，因为 Wii U 的提早下线，只能提前发售。而就在主机准备发售前，岩田聪社长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赋予 NX 的遗产留了下来。很快，在2017年，任天堂 Switch 正式发售，他带着 Wii U 以及岩田聪社长的遗产《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正式进入了玩家们的视野。优秀的游戏阵容，主掌机一体化的设计 ，Switch 把任天堂从破产的危机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短时间内超越了微软 Xbox One 的总销量，甚至再次破圈，引来了新一批的蓝海用户。从这里开始，任天堂又重新在游戏业站稳了脚跟，并一次又一次准备向玩家给予惊喜。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点赞破100，我会在下期视频更新索尼或者微软的游戏史。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